隨住每年 Apple 嘅新品發佈會都會引嚟世界目光嘅同時，大家都習以為常呢間科技公司會為大家帶嚟啲咩新嘅變革呢？但係自從 Steve Jobs 走之後，Tim Cook 嘅繼任，多年嚟大多數嘅果粉都覺得蘋果喺創造性方面都已經大不如前。但係事實又係點呢？一齊嚟傾下呢個謎一樣嘅人 Tim Cook 帶領之下嘅蘋果公司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Eden。每年9月中旬，科技圈都會迎嚟一件大事，一間21世紀領導國際、市值上兆嘅上市公司 Apple 蘋果公司，每年都喺呢個時間點密鑼緊鼓咁去宣傳新一年嘅主打商品，而今年都唔會例外。2023年更加係迎嚟 Tim Cook 執政蘋果嘅第12年。咁到底最新推出嘅 iPhone 15果粉會唔會埋單呢？而令到蘋果再創佳績？喺釐清呢個問題之前，其實有必要先解決咗以下嘅疑問先。Tim Cook 到底係來者何人？點解 Steve Jobs 走咗之後，佢會成為呢間科技巨頭公司嘅領軍人物呢？而蘋果目前又係咪比其他科技公司遙遙領先緊？一條影片帶大家睇清近年嚟嘅蘋果。如果想了解更加多世界資訊、議題探索，記得訂閱返 Eden 嘅 channel， 撳開叮叮鐘。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啟今日嘅重點議題。2011年肯定係影響住世界嘅一年。上半年北半球嘅東亞地區迎嚟咗最大嘅核災難事故，下半年科技圈就有一個傳奇嘅人物 Steve Jobs 離開咗大眾嘅視野。當大部分嘅人都講緊 Steve Jobs 嘅離開，被帶走嘅唔單單係一位天才嘅時候，同時亦都帶走埋人對科技嘅想像能力。呢個說話就咁聽，其實可以講毫不誇張。畢竟 Steve Jobs 開創咗智能手機嘅先河，豐富咗人對通訊需求嘅想像能力，打造出一個完完全全獨立於第三方嘅平台 Apple Store， 為虛擬網絡打造出一個富有想像空間嘅生態圈。同時亦都為電商、知識學習、社群媒體等唔同嘅板塊都帶到一個全新嘅高度，同埋擁有住一個更加好嘅體驗。而 Steve Jobs 嘅離開，無疑係對公司同埋世界都帶嚟一個沉重嘅影響。而與此同時 ，Steve Jobs 都帶咗一個老戰友到蘋果公司嘅管理階層之上，為日後公司落一盤更加宏大嘅棋。而呢個人就係 Tim Cook。對於唔熟悉佢嘅人嚟講，甚至一啲科技圈嘅大佬都抱持住一啲懷疑嘅態度，覺得跟喺一個 Steve Jobs 背後嘅一個首席執行官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又稱 COO， 到底有冇能力帶領一間以科技為主嘅創新科技公司走向一個改革之路呢？而從長遠嘅運作方式嚟睇，按照公司嘅規模同埋估值作參考嘅話， Tim 確實係做出咗成績。而且仲係100%咁交足功課添，而佢更加可以講係商業界別精英當中嘅精英。除咗擁有住長達13年同 Steve 共事嘅經驗之外，熟悉佢嘅為人同埋作風，同時亦都深具了解蘋果嘅內部運作、營運，甚至係全球嘅銷售，佢都有所涉獵同埋參加計劃。而喺其後2011年，更加喺擔任 COO 嘅期間，更加對公司進行咗多項嘅改革工作。當中包括有國際同埋國內嘅監控、網路安全、美國製造同埋環境保護等多項政策上嘅改動工作。而 Tim 喺在位嘅9年期間，更加將呢間市值1000億嘅上市公司搖身一變，成為咗影響世界嘅科技巨頭，更加喺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定位嘅當中，成為咗領軍嘅人馬。而根據 DemandSearch 嘅數據可以見到，截至2023年，全球 iPhone 嘅活躍用戶就總共超過咗14億人，佔全球智慧型手機使用人口總數嘅21.67%，成績可以講係相當之驕人。除此之外 ，Tim 更加在位期間推動咗 Apple Watch， 帶動咗智能穿戴呢個核心潮流。2016年 iPhone 7嘅出現，更加係發展出以藍牙為驅動嘅無線穿戴設備、無線耳機。其實喺創新上面，近年來從成果都可以見到，蘋果都一直帶領住未來嘅趨勢。而至於目前2023年，
科技圈嘅大新聞都可以係間接影響住呢間科技巨頭公司未來嘅商業佈局。而根據 BBC 嘅報導，美國方面都會進一步採取住措施去限制中國獲取住高階晶片嘅技術。同時，荷蘭同埋日本都會加入半導體製造同埋晶片限制出口嘅計劃當中。要知道，荷蘭晶片製造商 ASML 係全球微晶片供應鏈嘅關鍵。如果呢個管制措施一旦實行嘅話，將會對該公司同埋中國方面都遭受一個相當之大嘅打擊同埋影響。而與此同時，根據中國官方媒體《證券時報》嘅報導，為咗應對美國限制晶片出口嘅制裁工作，中國國營上海微電子設備有限公司簡稱 SMEE 將會喺2023年交付中國國產首台嘅28納米嘅光刻機。另外值得一提嘅係呢間 SMEE 公司將會係荷蘭晶片設備製造商 ASML 嘅唯一潛在競爭對手。而與此同時，中國手機最大供應商之一嘅華為亦都將會推出佢2023年嘅旗艦機 Mate 60 Pro， 而主打嘅係5G 嘅網絡、衛星電話嘅連接功能。其後有更加多嘅科技評論都話呢一部 Mate 60 Pro 將會係2023年最有可能同 iPhone 15較量嘅機種之一。而根據目前公布嘅資訊嚟睇嘅話，對於未來市場嘅佔有率同埋銷量作出一個初步嘅估算。蘋果到底會唔會比華為甚至係比其他公司作出一個超越，甚至去到一個遙遙領先嘅一個階段呢？目前都仲係言之過早。但係對於多年以嚟蘋果成功嘅高端品牌形象、閉環式嘅 iOS 系統、細微而且精良、強大嘅 A 系列晶片，種種嘅因素底下，始終都會係受到果迷嘅認可同埋擁護嘅。希望今條嘅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認識到 Tim Cook之後接掌落嚟嘅後蘋果時代係件點樣嘅一回事。其次都想為大家帶嚟2023年下半年最新科技圈嘅一啲大事發展。為各位整理一下目前智能電話發展上嘅一啲新趨勢。鍾意呢條影片嘅朋友，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出去，俾你身邊想換機嘅朋友了解一下 Apple 嘅後蘋果時代，同埋2023年最值得注視嘅兩部新機。Subscribe Eden 嘅 channel， 記得撳叮叮鐘，千祈唔好錯過同議題探索同埋健康相關嘅資訊內容。Eden 都會第一時間將最有趣嘅小知識同埋內容分享俾大家，陪同大家遇見一個更加好嘅自己。記住，而家目前嘅生活品質可以差，但對大腦嘅認知同埋思維上嘅提升，絕對係刻不容緩。持續咁去成長係我哋而家要做嘅嘢，而 Eden 會陪伴大家喺建立多元認知嘅呢條正確道路上面一同前行。我係 Eden，一個陪你用認知影響思維，用思維影響生活嘅朋友。記住，下集嘅內容更加精彩，千祈唔好錯過。我哋下次見。